正在准备杀掉妻子的时候，我收到一条信息，如果不想让人知道，就准备好100万。我立即停下手上的动作，环顾四周，周围没有任何人。我又望向妻子，她手上虽然拿着手机，但正在兴奋地拍照。我立即回复那条信息：你是谁？你是什么意思？对方很快回过来：你干的好事，心里有数。这期间，我眼睛牢牢盯着妻子，她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，信息不可能是她发的。可是我的心却更加惶恐起来，因为这就意味着可能还有别人知道我的秘密。我说的秘密并不是只要杀掉妻子这件事，而是我要杀掉他的原因。我一直以为事到如今，可能只有他秃才知道那件事，不过现在看来未必是这样，所以我必须立即停手，先搞清状况再说。这时妻子已经回过头，有些奇怪地望向我：老公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我连忙挤出笑脸：山上风大，吹得有些脸麻，我们快回去吧。待妻子下山的时候，我有些遗憾地回头望了眼，可惜了，我准备这么久，好不容易创造出这次跟妻子来爬山的机会。我研究过很多杀人的手法，只有这种意外跌落是最无法调查的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没有实质上的证据，怎么怀疑都没用。更何况妻子的那种状况，她自杀的可能性远远要比被我推下去的可能性大得多，因为她本就是个废人，尤其是对女人来说，活下去早已没有意义。一个全身都被重度烧伤而毁容的废女人，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万一她真的知道我的秘密，我杀了妻子也就失去意义，更会惹祸上身。所以我一回到家就躲进书房，开始追查起那个给我发信息的号码。不过以我的水平，只能查出那是个虚拟号，找不到源头。我也不敢报警，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所以我又联系了他。你到底是谁？究竟想说什么？他仿佛一直在等待，很快回我：你不用管我是谁，只要准备好钱就可以。你当我傻吗？你胡说八道就想要钱？如果你心中没鬼，还来找我干嘛？我有点吃瘪，你不会是群发的骗子吧？你不必套我的话，宋哲，我知道你的一切，你最肮脏的过去。看到我的名字，我并不意外，但我迫切想知道他究竟掌握了什么。现在这年头，知道我个人信息没什么大不了，我只是无聊才回你。如果我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你倒是说说看。对方沉默了一会，你有3个秘密，一个套一个，或者说每个秘密都是为掩盖上一个秘密而生。我的心脏顿时收缩了一下，手有些微抖。我不用故弄玄虚了，你说出来，看看你的想象力有多丰富。那好吧，我先说第3个秘密。你最近正打算杀掉你的妻子，对吗？我已经非常心虚了，不过又庆幸今天没有下手，拼命辩解。废话，我杀妻子干什么？也许你知道我家的情况，我妻子虽然毁容，但她早已对我说过，如果我要离开，她绝对不会阻拦。我是真心爱她才留下来，如果只想离开她，何必要冒那么大风险？你心虚了。那你说我为什么要杀她？好吧，我买1送1，这涉及你的第2个秘密。你放了一场火，烧死了一个人，并且连累了你的妻子。可是现在你越来越发现，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谁，你害怕他是知道你所有秘密的人，对吗？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，立即冲进卧室。妻子刚刚从浴室出来，吃惊地望向我：怎么了？我看到他的手机放在床头，我拿起，点不亮屏幕，似乎早已没电关机。没什么。我尴尬地讪笑：打你电话没通，帮你充下电。他说的没错，我曾自导自演一场火灾，烧死了我的小三。因为这个蠢女人掌握了我一个致命的秘密，似乎还想以此上位。不过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她竟在那天叫来了我的妻子，2人一死一重伤。所幸死的是小三，因为伤势严重，妻子被烧得面目全非，尽管经过几次植皮手术，容貌依然惨不忍睹，而且她的声带受了严重影响，治好后声音也完全走了样。不过那件事总算彻底平息了。事后火灾被当作意外结案，没有人怀疑我。按我的计划，本打算等这件事的风波彻底过去，再慢慢顺其自然地摆脱它。但是回家第1天，我就感觉到有些不对劲。妻子的身体恢复得不错，行动没什么大碍，可她回家后却似乎对一切都很陌生。站在我们的玄关前，我打开鞋柜换拖鞋，她竟也跟着我找自己的拖鞋。难道她不记得她的鞋柜是与我分开的？这还是当初她自己执意添置的，说女孩子的东西多，而且怎么能和臭男人的东西放一起？不过当时我没在意，只以为他发生那么大的事，记忆有些混乱。但进了家之后，他既没坐下休息，也没有整理东西，而是走进每间屋子细细打量。我调侃着问他，这么久不回家，是不是连家都忘了？他对我笑了笑，尽管那笑容比哭还难看，可他眼中的光却似乎带了些好奇与新鲜感，仿佛从没见过这些一般。我带他走进卧室，他竟像个小偷一样翻箱倒柜，把所有东西所有衣服拿出来，一件件仔细观察，又一件件放回去。
我问他在找什么，他说没有，只是太久没回家，而且不知是不是脑子受影响，对所有事都记不太清了，所以现在重温一下。我觉得他的说法似乎也没什么问题，没有追问。但那天晚餐后，我拿出送他出院的礼物，是个新手机。他当然不能再用面部解锁，连指纹也不太好使，所以他当着我的面画了一个解锁的图形。我顿时心里咯噔一下，那个图形是小三曾用的密码。我记得自己当时表情僵硬，问他怎么会想到如此奇怪的图案。妻子仿佛这才意识到什么，说以前不知哪里看到过，觉得有趣就记下了。此后妻子倒是没再有什么奇怪的举动，不过这件事如同一根刺在我心中扎下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：我的妻子真的是我的妻子吗？这个恐怖的念头顿时令我全身刺骨冰冷，回忆起小三跟妻子被发现的过程。火被扑灭后，当时现场的两人都面目全非。妻子身份的判断是靠她手上的金链子，而小三因为家中已无亲属，没有做 DNA 鉴定。现在我最后悔的就是当初也没有给我的妻子做 DNA。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理由再让妻子去鉴定。可是如果当时真的搞错了，那么会有怎样的结果？我身边这个人以我妻子的名义默默活下来，享受我妻子拥有的一切，享受她一直向往的东西，我永久的陪伴。但是他又知道我所有的秘密，我的第一个秘密，那个一切错误的起源，甚至他有可能猜到火灾就是我设计的，只是他暂且不说。那么当我想要摆脱他的时候，他会乖乖放我离开吗？虽然在医院时他曾说过不想连累我，让我离开，他还会帮我做通家里的工作。我在当时自然是极力反对，叫他不要多想。可现在看来，那说不定也只是他的试探。我不敢再想下去，太恐怖了。我又看了眼睡梦中的妻子，她被毁得像鬼一样的脸，满眼惊悚。可比这画面，我心里更加恐慌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杀掉妻子的念头开始在我心中萌芽。我不是没试探过他的口风，不经意提起一些以前的事，包括他娘家的事，他有的知道，有的说不记得，这让我无法判断真假。因为他之前就跟小三是朋友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交流了多少。其实我还有一个最想知道的问题，就是那天小三把他叫去，他们究竟说了什么？可是这个问题太敏感，我不敢问，况且我根本无法判断他说的是真是假，得不出任何结论，我心里的焦虑却与日俱增，每天就像走钢丝一样，担惊受怕，还要备受折磨，我受够了。所以我最终决定，既然杀人不是第一次了，那么就一不做二不休，不管他究竟是谁，一了百了。好在他的状况给我非常好的理由，一个被彻底毁容的女人，自杀是再合理不过的吧，而且一切都要快。我曾看过一本心理学的书，这种创伤人群在回归后前2个月里，自杀动机是最高的。我费尽心机，终于布下了几乎完美的这一局大棋，可惜在最后关头都被那条信息毁了。我的思绪从回忆中抽回来，再次看向手机屏幕，太可恨了，到底是谁？我一定要把他揪出来。但我此时依然心存侥幸，我又给那个号码发了信息，你的想法荒诞至极，你说我最后一个秘密是什么？最后这个秘密因为涉及很严重的事情，小三自己也深陷其中，所以我100%确信他不可能告诉别人。冷静下来，我分析现在就2种可能。第一，对方知道这个秘密，那就是说小三还活着，也就表明隔壁房间的妻子正是小三。也许他已经意识到我想要杀掉他的念头，想以此自保。我不知道他将这事透露给了谁，但一定能找到蛛丝马迹。这样，我只要顺藤摸瓜，揪出号码背后的人，再把2个都干掉，便一了百了。第二，对方说不出这个秘密，那么很有可能便只是我身边不忧之名的人捕风捉影，恰巧蒙对，想以此讹我一笔。火灾那件事闹得不小，知道的人自然不少。虽然小三是一个外地人，孤身来这里，可我也不敢保证他有没有隐晦地向人提起过我。不过关于那场火，我回忆过无数遍，自己肯定做得足够幽干净，连警察都没有任何怀疑，更何况现在早就没有证据，这样就更好。我只需要当骗子冷处理对方，他也拿我没办法。大不了我再熬一阵子，等风平浪静后再找个机会解决掉妻子。我等了很久，这次对方没有马上回复我，我渐渐放松下来，开始更倾向于这是一个误打误撞的乌龙。我甚至在考虑要不要报警，免得对方真以为抓住了我什么把柄。至于妻子，不管他到底是谁，既然这么久他都没说什么，我相信他至少目前并不想打破这份平静，只要继续稳住他就行。而就在我盘算着下一次机会该怎么创造时，忽然发现自己手机上多了一条信息。那好吧，既然你还心存侥幸，我们就不绕圈子了。你从公司挪用了一笔钱，是吗？就算账已经做平了，但如果有新翻案，我想你知道后果。这一刻说不震惊那是假的，为此付出一条半人命的巨大代价，结果那个秘密还是被揭开了。我克制住自己摔掉手机的冲动，立即起身冲进了卧室。卧室中，妻子已经换好衣服，正给自己敷上一张面膜。
他看到我怒气冲冲地闯进去，非常诧异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今天这么奇怪？我没有回答他，心里冷笑，都这个样子了，还敷什么面膜？还跟我装模作样？直接拔下他在充电的手机，然后迅速回到书房。我将他的手机连上电脑。我花大价钱从黑市买了个软件，能够复制手机里的所有内容，就连删除的人和信息也都可以一一还原。不到5分钟，我将手机还给妻子，谎称刚下载了他拍的风景照。现在不跟他撕破脸已经是我最大的克制。接着，我在书房中逐条查看他手机里的内容。大概因为出了这么大事的缘故，他的联系人少得可怜。没几分钟，我就全部看完了。但奇怪的是，除了家人以外，也就剩我们几个熟识朋友的简单问候，完全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。我又确认了好几遍，把每个聊天软件翻个底朝天，甚至连他邮箱里的邮件也一封封打开。家中除了他的手机，他没有其他任何与外界沟通的渠道。电脑是我随身会带走的，通话记录极少也极短，不可能交代如此复杂的事。因为毁容，他早已不出门，门口还有我安装的监控，有任何外人拜访都会留下痕迹。我的心逐渐凉下来，难道自己猜错了？难道真的存在第三个人知晓着所有的一切？想到那个躲在屏幕后面的未知者，我顿时不寒而栗，没法再气定神闲。我立即回复对方：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想怎么样？我说过不用管我是谁，给我100万我就闭嘴，毕竟一切已经注定了，不是吗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呵呵，你有选择吗？我愤怒了，你要搞死我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这时妻子来到我的书房，不无关心地问我：宋哲，你究竟怎么了？为什么今天我们回来后就变得这么奇怪？我满腔怒火，却有苦说不出。没什么，只是工作上的事，我一天不在就给我惹麻烦。既然不能从他手机上找到痕迹，我现在更要稳住他。安抚了他几句，我终于把他劝回卧室，重新拿起手机，上面已经又有了2条新信息。搞死你对我当然没好处，不过也没坏处，就当替天行道，搞死个人渣。不过我不是什么圣人，我只想要钱。对了，我是不是忘了告诉你期限？3天怎么样？我看了信息发来的时间，正是妻子刚过来的时候，所以再次他确定不是那个给我回信的人。但我已几近崩溃。3天？开玩笑，我哪里去搞那么大一笔钱？这我就管不着了。宋大经理，你不是很有能耐吗？实在不行，上次的事再来一次呗，哈哈哈。我压住火，筹到钱后，我怎么给你？你给我个银行账号。你不会真当我兔这么天真吧？给你账号让你查我，你筹到钱我再告诉你下一步。无论我再说什么，他都不回我了。我也彻底死了心。眼下我所要考虑的是，要不要按那人说的做，用100万换个平安。当然，我并不相信他，不过目前除了这100万，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把他调出来。对方确认的要求是我拍一个小视频发给他，显示我的账上有100万，而且让我随意转账一笔钱，这个过程无法作假，表示余额和视频是真实的。我思来想去，这么紧的时间，除了从公司挪用，确实没什么更好的办法。这对我倒不算什么难事，因为如果只是短时间挪用一下，公司根本发现不了。所以我找了个机会在第3天从公司把钱赚了出来，然后拍视频给对方。钱已经到手，怎么给你？很好，那么就今晚把钱交给我吧。我心里又激动又紧张，终于能看到他的真面目了。既然他说今晚，就不可能把现金取出来。当然我也不会同意这样做，我只需要用这笔钱换一次见面的机会。等第2天，我就能把钱转回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他跟我定好时间，给了我一个地址。我一看非常诧异，因为这个地址我很熟悉，那是我曾光顾过的一家地下赌场。我按约定的时间到了赌场，他没对我有任何要求，只说到了这会有人来找我。赌场里人不少，我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。我拿出手机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同时我一直密切关注着四周。赌场里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在赌桌上，掏手机的人反而一目了然。但很可惜，我没有看到任何人盯着手机屏幕。我一连发了好几条都没收到回复。不过大概是我不下场，又一直摆弄手机，引起了赌场的注意。有一个光头和一个黄毛走过来问我在干什么。我知道这是他们的规矩，怕我是条子或者什么搞事的人。我说我在等一个赌友，并且向他们展示我刚发的信息。光头表示要看下我的手机。我当然不情愿，虽然这也算他们的规矩之一，不过我手机里的秘密太大了，我不想节外生枝。气氛有些僵持的时候，幸好黄毛打圆场。他说就看下相册里有没有拍不该拍的东西。我没办法，把手机交给他。黄毛摆弄2下，将手机还给了我。我立即揣进口袋，不敢再拿出来。期间我等得心焦，但是光头和黄毛一直隐隐盯着我，我不好再摆弄手机，最多时不时拿出来看下有没有新信息。可是一直等到快午夜的时分，那个说会来找我的人却始终没出现。
这种情况下，我当然提不起兴趣自己玩几把，所以最终在刚过12点，我走出了赌场。妈的，竟然放我鸽子！我气不打一处来。出去后就打算发信息去骂那人，同时我也觉得很纳闷，为什么没人来找我？我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掌握对方的手法，让我故意把钱输给他，就能名正言顺地拿走钱。但我也有打算，只要我看到他的脸，我就收手。钱还在我这里，我有主动权，找个借口换其他地方交易，我一定能想办法制住他。可是现在太奇怪了，他到底什么意思？思考的时候，我已经摸出了我的手机。不顺的是，人脸解锁又一次失败了。我输入解锁密码，打开信息窗口，突然一种不祥的感觉在我心中顿时弥漫开。窗口界面中没有我刚刚发送的几条询问信息，我霎时慌了神，随意点开其他的软件，根本没有登录。这个手机只是与我那个一模一样，连内容应该都是复制过来，但这个手机不是我的，被调包了。我立即想到了黄毛，只有他刚刚接触过我的手机。第一时间反身冲回赌场，我嚷着要找黄毛，黄毛已经不见了。光头和另外的人过来，气势汹汹地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，问我是不是想搞事。看到一堆人凶神恶煞地围着我，虽然我心急如焚，但也只好跟他们解释，我的手机被黄毛调包了。光头皮笑肉不笑地问我，调包我的手机有什么好处？难道我的手机镶了金不成？我说我里面有100万，没想到他们笑得更大声了。一个赌鬼，摸你下手机就说丢了100万，你以为我们这里是开上馆的吗？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，但对我来说，现在真的已经把我逼上了绝路。虽然手机银行有密码，但我此时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。见到桌上有刀，我抢过来，对着他们，如果老子的钱没了，老子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我只想知道黄毛的下落，跟你们没关系，你们把我逼急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对方看起来有些犹豫了，虽然光头破口大骂，不过并没有冲上来。大概赌场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又或者黄毛突然消失确实可疑。光头叫来个小弟，开始耳语什么。我想他们也打算息事宁人，估摸着黄毛消失的时间还不长，我心里有些侥幸，这么点时间应该还不够把钱弄出去。我待会马上给银行打电话把钱冻结，应该也能保障安全。但就在这时，突然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一个小弟慌慌张张地闯进来，条子来了。从警局出来已经是第2天下午。昨晚光头刚跟我说了些黄毛的事，赌场忽然被人举报了。我还记得光头看向我时恨不得撕了我的眼神。警察临检，大部分客人都从后门跑了，可光头偏偏不放过我，所以我和一小部分充数的人被带到了警局。虽然没什么大事，但所有人都被关了大半天。我不可能跟警察说什么手机被调包，里面有100万的事。这下我深深体会到什么叫打碎牙齿往肚里咽。可是我的心已经拔凉，这么长时间被耽搁掉，我不敢想象里面的钱还剩多少。但更麻烦的是，从警局出来是要有人来领的。警方还算给我留了脸，没有通知公司。可是这件事告诉妻子之后，他又不方便出门，最后是岳父将我领走。等于说我去赌场的事他们都知道了。看在妻子的份上，岳父应该不至于把这件事告诉公司。他狠狠数落了我一番，我无言以对。我回到家，妻子倒是没说我什么，只问我人要不要紧。我敷衍几句，把自己锁进书房，查了银行的余额，不出意料，钱没了。天塌下来，我彻底绝望。只是我早已预料到这个结果，整个人麻木的就像行尸走肉。一切回到起点，我从公司挪了一大笔钱，无力偿还。手机被调包，那个神秘号码也消失了，就像从没出现过。我有一个被毁容的妻子，夜夜与她相对，就像噩梦一般。我的岳父还知道我去赌场赌博，仅仅看在妻子面上，没有向公司告发。最后还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吞了我100万，并掌握着我致命的秘密，在某个角落虎视眈眈。我感觉整个人生彻底完了，暗淡无光。而且这100万，最终我想不到办法的话，恐怕还是要向岳父开口。虽然现在唯一的好处是因为妻子现状，岳父大概率不会让他跟我离婚，但我就自此彻底被锁在妻子身边。除非我鱼死网破，不然杀掉或者离开妻子已经无望。我从没像现在这么绝望过。忽然我警醒过来，这一切所有的受益人似乎都指向妻子。而且再细想一下，复制我手机只有最亲密的人有可能做到。我的银行密码说不定妻子也知道。如果真是他跟岳父计划的，就连那100万的钱也不过是绕个圈圈，他们完全没损失什么。难怪我当初查他的手机找不到任何线索，因为岳父完全不需要用手机联系，他可以正大光明的来家里。而我之所以最初没想到他们，也全因为想不到他们既然得知我的秘密，又为何放过我。可是现在细想起来，一切都说通了。哪怕我是个人渣，但木已成舟，能留在身边，总比放我逍遥自在强。更重要的是，妻子的安全从此得到保障。但这对我来说完全是另一种刑罚。我浑身的血已经沸腾起来。至于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，
早已不重要了。或许是小三在临死前把一切告诉了妻子，又或许这个妻子就是小三，但我不可能让他再去做鉴定。如果得知女儿已死，我毫不怀疑岳父会把我推进更黑暗的深渊。妈的，该死，该死！我咒骂不止。他们把我逼上绝路，让我这辈子都生不如死。但我是这样认命的人吗？如果我认命，当初我就不会放火烧死小三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无情了。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就是先把岳父的钱骗出来，然后把他们两个都结果掉。对，就是这样，谁让他们先逼我走投无路。4定之后，我打电话叫来了岳父。岳父板着脸到家里，时刻与我保持距离，恐怕他这个时候也在提防我吧。但我当然不会现在动手，来日方长，我一定能找到合适的时机。我跪在他面前，痛哭忏悔，说出了我挪用公款的事，央求他借我100万，让我补上窟窿。岳父并没有太大惊讶，这更笃定了我心中的猜测。我写下保证书和欠条，说我都是为了妻子，本来想赚点钱，给她更好的生活。既然现在都已经是名牌，彼此心照不宣的走完过场，我也没了心理负担。至于欠条，嘿嘿，以后也不过是张废纸而已。果然，岳父虽然把我骂个半死，不过终归为了女儿拿出了那笔钱。我望着他惺惺作态的样子，心中鄙夷，甚至已经开始谋划起怎样将他们处理干净。但是首先，我还要确定一件事，就是那个黄毛，他究竟知道多少？虽然他大概率只是个不知情的混混，不过小心驶得万年船，杀人是件马虎不得的细活，绝不能出半点纰漏。幸好当时在警察到场前，光头已经说了些黄毛的情况。黄毛果然是1周前才到赌场干活的，而且光头透露，黄毛就住在离赌场不远的老宅区，让我有什么事自己去找他。我把公司账上的事处理完之后，请了半个月的长假。这段时间，我要想办法蹲守黄毛。为了名正言顺在老宅区找人，我甚至想出个奇招，临时应聘了那一片的快递。干了大约1个多星期，那个令我恨得牙痒痒的身影终于重现在我眼帘。黄毛看起来已经没在赌场干了，整天悠悠闲闲，不是躲在家里打游戏刷手机，就是出去瞎逛。不知道岳父给了他多少钱，我心里怒不可遏。曹过得比我都自在，妈的，都是在花我的钱。但我不会马上贸贸然闯进去，正面对付他，我未必是这种小混混对手。我必须蹲守机会，再想个办法对付他。他住的这一片都是很老很老的房子，其实居民已经不多，只是因为价格便宜，还聚集着一些像他这样的底层混混。不过周围有不少空的房子，我很轻松就进了一间，正好可以观察他的行踪。经过几天蹲守，我发现了他一点规律，因为日夜颠倒的作息，他在夜里会点外卖。太好了，我想到一个完美的办法。我搞了套外卖员的衣服，摸清了他常点的食物和大致时间，然后我估摸着时间，点了份差不多的到他隔壁那栋楼，房间号跟他一模一样。我躲在暗处，备注放在门口，不要敲门。外卖员送来之后，我迅速取了回来，换上外卖员的衣服，我将这份外卖送到黄毛门口，敲门离开。一切都没有任何破绽，哪怕有人撞见我，哪怕黄毛当时开了门，也只看到个遮着脸的外卖员而已。外卖送错门牌号，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吗？我可不相信黄毛会那么讲究，免费送上门的饭他都不吃一口。而这个过程中，我所有的目的就是在他的外卖里加了一点料，在附近等了大约半小时，确保药效起作用后，我又回去敲了门。屋里没有人的动静，我把耳朵贴在门上，只隐隐听到手机短视频搞笑的声音一个接一个播放。在敲过几下门后，我确定黄毛应该中招了。他的破锁花不了多少力气就能打开。我进去一看，黄毛果然已经在沙发上睡着，头歪向一边，手上还握着手机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当下我就恨不得给他几个嘴巴，或者直接搞死他。但我没那么冲动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并不想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。从身上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绳子，我把黄毛五花大绑。打完最后的结，我重重一拳砸在他脑袋上，算是出了一口恶气。他晃晃悠悠醒过来，一见我就奋力挣扎，直到我拔出刀在他眼前晃了晃，他才老实下来。大哥，大哥，你要干什么？大哥，你是不是找错人了？你看小弟我这样子，也不像有钱的主。我见他那怂样，心里更窝火，居然被这么个烂人摆了一道。但我尽量忍住不表现出来，压低声音，我问他，你前阵子是不是在赌场拿客人的东西？反正他看不到我的脸，如果借用赌场的身份能套出他的话，就是再好不过。黄毛果然心虚地愣了下，然后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没有，大哥，规矩我懂，我绝对不敢拿客人东西。我一个大嘴巴甩在他脸上，还说没有。你是不是调包了客人的手机？他妈的，搞得客人报警，你知不知道我们损失多少？黄毛眼中闪过一丝惊恐，开始支吾起来。不过片刻，他就仿佛想到什么。不对呀，那个人不可能报警，他怎幽默敢的？那他妈是谁报的警？难道是你干的？没有，我怎么敢报警？大哥你相信我，都是误会。
如今黄毛等于已经承认手机是他拿的，不过他好像确实知道什么，我顺水推舟。你凭什么说不是他报的警？你为什么拿他手机？一个破手机，你知不知道给我们惹了多大麻烦？黄毛再次支吾起来。那个手机是别人让我偷的，因为里面有一大笔钱。曹，里面有多少钱？你是不是都吞了？里面据说有100万。大哥，我哪能吞那些钱？我又不知道密码，手机我已经给委托我的人了，我真的只搞到点小头，已经被我花完了。果然一切都跟我猜的没区别。我又打了他一下。妈的，谁信你？你说是谁让你偷的手机？那人什么样？真的是个老头。老头说手机里面有一大笔不干净的钱，被偷的人绝对不敢报警，我才干的。据说那人身上还背着案子。他描述了几句，跟我岳父对上了。不过他说到我身上背着案子，让我顿时警觉起来。那人身上背着什么案子？老头跟你说了什么？我心急如焚，迫切想知道黄毛究竟了解多少。但此时黄毛好像也察觉到什么。大哥，你问这干嘛？他眼睛贼溜溜在我脸上打转。不对，你不是赌场的人，你是那个姓宋的，对不对？被他戳穿后，我怒不可遏，几巴掌甩在他脸上。叫你他妈废话多，快说，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猜出我的身份，黄毛气焰一下子嚣张了不少。姓宋的，我说谁他妈为这点破事还找我麻烦？你有本事今天就搞死我，不然老子出去看我怎么弄你！你不是放火烧死过人吗？来呀，烧死老子啊！姓兔宋的，你完了，老子盯上你了！一听到他说出我放火的事，我顿时脑子就热了，冲上前对他一顿拳打脚踢。完了，那老不死的竟然真的说了这事。刀还在我手上，但我最后的理智克制着自己，不行，不能用刀。就算杀了他，警察也会从尸体上发现痕迹。杀人被立案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我没信心把事情做得那么干净。而这时，黄毛居然从地上爬起来了。他虽然手被反绑着，不过一头撞向我。再这样下去，我怕会失控，所以情急之下，从桌上抄起一个酒瓶，冲他头砸了下去。黄毛倒在地上不动了，我探了探他鼻息，还有气。不过接下去怎么办？此时我又紧张又愤怒，但在心底里还有深深的恐惧。黄毛已经认出了我，如果他不死，一定会找我麻烦。而且他好像知道那件事，如果我干掉妻子和岳父，他也会像幽灵一样永远缠着我。如今摆在我眼前，似乎只有一条路了，就是让他彻底闭嘴。我耳边响起黄毛的话：你不是放火烧死过人吗？来呀，烧死老子啊！这么短的时间，要把这件事做得完美，恐怕没别的选择了。我看向黄毛，心里发狠。行，你想死，我就成全你。这里是老房子，一旦着火，人根本跑不出去。而黄毛的尸体被发现，尸检结果也会是被活活烧死。至于他头上那点伤，哪怕查出来，对一个小混混来说太正常不过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放火这事我已经试过一次，警察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。放火的装置我早就练得驾轻就熟，那玩意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配件，都是家里随处可见的东西就能组装。唯一需要准备的是一部手机，而我这里刚好有一台，就是黄毛调包给我的手机。那个号码也是不实名的，所以哪怕万一被发现了，也根本查不出什么。我心里暗笑，恐怕黄毛自己都没想到，他这手机居然是为自己送葬准备的。趁黄毛还没醒来前，我快速在他家完成了所有的准备，同样把现场伪装成电路起火，但是断绝了一切逃生可能。我做完这一切就出了门。关门的那一刻，我无比轻松。现在只需要一个电话，黄毛的问题将彻底解决。我赌岳父不可能再跟黄毛联系，所以他根本不知道黄毛死了。这只会是报纸上一场寻常的火灾，我有足够时间再筹划下一场意外。我快步走向有人的地方，创造我的不在场证明。但走着走着，我心中又升起一种异样的感觉，好像一切都太过顺利了。黄毛的话轻而易举就吐露给我，我怎么隐隐有种反倒被他牵引的错觉。算了，不管这么多，事已至此，没有回头路了。可我刚走出楼外，四周迅速有几个人围了上来。我暗叫不妙，加速想走，一瞬间却已经被他们控制住。大哥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只是个送外卖的。你们要多少钱？我身上还有点，请几位喝酒。我语无伦次地求着饶，但他们并没有理我。很快，随着咔嚓一声，我被反剪的手上感到一阵冰凉。我惊恐地抬起头，却看到楼道里黄毛叼着烟，摸着脑袋走下来。他眼睛歪向我，露出邪笑。我说：宋哲，你下手也太重了吧，邹健。我就是那个黄毛，我叫邹健。嘿嘿，跟混混打交道久了，我演起来还真挺像回事的。但我其实是个警察。半年前，我们接到一起案子，一个仓库被烧毁，现场有2个人，一死一重伤。本来这件事已经被当作意外处理，但没多久后，有一个老人来警局报案，说他女儿就是那起火灾的幸存者。在2人即将死亡前，他女儿从另一人口中得知了一个重大的秘密。
他的女婿有重大嫌疑，为了杀人灭口，制造了这起火灾。我们迅速偷偷展开调查，证实了死者所说的秘密。宋哲确实有挪用公款的行为，也确实曾与死者有染。我跟同事一致认为，他有极大可能就是那场火的罪魁祸首。仅仅以经济犯罪对宋哲定罪，太便宜他了。但问题同样摆在我们眼前，最关键的纵火证据已经连同那场大火化为灰烬。我们苦思冥想，不敢让他察觉，又无可奈何。除非能逼他复现当时的场景。因为一些意外的因素，我有了新的发现。宋哲似乎开始对他的妻子起疑，他无法确定妻子的身份，而且我还从蛛丝马迹中察觉到，他有可能要对妻子下手。眼下已经到了他妻子最危险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时间再拖延，要么立即行动，要么拿出办法。但就在这时，一个绝妙的主意出现在我脑海。利用宋哲怀疑与恐惧的心理，我们不如将计就计，创造出一个假想的人物，吸引他的注意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我终于说服领导，同意了这次冒险又超常规的行动。我把这次行动叫做换生，后面的一切就是故事的全过程。宋哲死也想不到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注视与安排之下。其实这过程中，我们已经取得了他间接的口供，我们的所有猜测得到证实，拼图已经弥合。但这些还不够，他随时都能推翻。所以我们创造了各种条件，推着他前行，又让他以为自己掌握一切。当然在这期间，每个人都有风险，包括他的妻子、他的岳父以及我。但为了使他受到公正的裁决，只有此一条路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我们成功了。他在我面前，在屋内隐藏的摄像头下，复现了当时纵火的全过程。我们会从这过程里找到足够审判他的证据。走下楼，额头上的伤还有些痛。妈的，这小子真下死手。不过看到他被捕时惊惧的眼神，这点小伤我就不跟他计较了。等待他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。